我们有没有算过，点一份外送真正进到店家口袋的有多少？假设我们叫了一份店内卖100元的便当，加上外送费、服务费，在外送平台上可能就要付到130、140，但那份便当的店家实际拿到的可能只有70元出头，中间这一段差距，大部分都付给了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色——外送平台。而最近这笔抽成又要涨了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看台湾的现况，我们现在叫外送选择其实只剩2家 ，Uber Eats 和 Foodpanda。根据2023年的数字，两家合计市占超过90%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外送市场几乎就是这2家说了算。而平台靠什么赚钱？最主要的就是跟店家收的抽成。每一笔外送订单，平台会从店家收的钱里抽走一定比例，行情大约落在3成上下，高的甚至接近5%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那份100元的便当，可能有30几元是店家付给平台的。有人会问，抽这么高，店家为什么还要上架？关键在于，客流量都被平台握在手上。当大家习惯打开手机点餐，一家店要是不上架，等于主动放弃一大块看不见的生意。这种不得不上，正是平台议价能力的来源。今年 Uber Eats 宣布从7月21号起，要再调高跟商家收的服务费，餐饮类加2.5个百分点，生鲜杂货类加3个百分点，同时设了一个最高35%的上限。平台给的理由是一部新的法律。过去这几年，外送员的处境一直有争议，出了车祸只处理，报酬被演算法悄悄调降，平台用叠单把一趟送好几单，却只算一单的钱。这些累积下来，催生了一部新法。2026年1月，立法院3读通过了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，简称外送专法，预计最快今年8、9月上路。它第一次明确规定，外送员每一笔订单的报酬不能低于45元，而且要随基本工资调整。平台不能再用一趟的钱去算多张单，得单单计价，还必须帮外送员加保。这些保障让平台的成本上升，于是平台选择把一部分成本反映到跟店家收的服务费上。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部专法保障的是外送员，它并没有对平台跟店家抽多少成设上限。讲到这里会发现，这其实不只是外送的事。外送平台是一种很典型的双边市场，白话讲就是他自己不做菜，也不必养一支车队，而是站在中间一边串起成千上万家餐厅，一边串起点餐的我们，再靠媒合每一笔交易来收费。这种模式其实不稀奇，信用卡也是一样，一边拉浪刷卡的消费者，一边向收单的店家收手续费，游戏主机则一边圈住玩家，一边向游戏商抽成。这种生意有个特性，会越大越强，用的人越多，愿意上架的店家就越多，店家越多，选择越丰富，又吸引更多人来用。这样滚下去，最后往往只会剩下1、2家独大。打车、订房、购物平台几乎都走过同一条路，而当一个平台大到一定程度，它就握有很强的定价权，可以决定抽几成、怎么派单、谁被排在前面。这也是为什么2024年底，当 Uber Eats 想收购 Foodpanda 时，公平会挡了下来。理由之一就是2家若合并，市场上几乎没有对手，平台会更有抬高价格和抽成的育因。而到了2026年3月，Foodpanda 的台湾业务确定被另一家集团 Grab 接手，市场可能更往少数人说了算的方向走。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难题，美国纽约市曾经立法替外送平台对餐厅的抽成设上限，欧盟则在2024年通过一部平台工作指令，要求平台对外送员的演算法管理更透明。白话讲就是派单、计酬这些由程式决定的规矩，不能再是一个黑盒子。很多外送员最有感的，正是不知道为什么单突然变少，账号为什么被停，这种说不清的调整。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，当平台变成生活的基础设施，它到底是个中立的媒合者，还是其实更像一个雇主以及一个市场的定价者？把交底点拉回餐桌，抽成往上走，压力会沿着一条线传给4种人：平台、店家、外送员，还有我们这些消费者。对店家来的说，3成抽成本来就吃掉大半利润，再涨很多小店只能跟着调高外送售价，或把成本算进餐点里。于是越来越多店家开始自救，鼓励客人到店自取，自己经营会员和官网，
用订单来分摊运费，也有些连锁干脆自建外送或主打自取折扣，想把客人从平台手里拉回来。对我们消费者，其实常常已经默默在付这笔钱。同一家店，平台上的标价往往就比店内贵了1-2成，那多出来的有一部分正是被反映进去的抽成，抽成再涨，最后很可能也会落到我们付的价格上。但这里要持平的说，抽成也不全然是平台在摊，平台要养系统，要花行销补贴，现在还得负担外送员的保障成本。真正的争点从来不是能不能收费，而是在一个只剩2家又即将被收购的市场里，多少抽成算合理，规矩怎么定，又该由谁来把关。所以从一份便当的价格，我们其实看见了一整个平台时代的缩影。外送让生活变得很方便，但方便的背后是一条把平台、店家、外送员和我们绑在一起的成本链，而谁多分一点，谁少拿一点，正在被重新规定。下一次点开外送平台的时候，我们或许会多想1秒，这份方便我们到底付了多少，又是付给了谁？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为了这份不用出门的方便，你愿意多付多少？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